特遣组全体成员听令，立正。向这位将鬼子巡逻艇炸上了天，为我们转移军火、赢得了宝贵时间的国军敌后独立营营长何言，敬礼。帅，敢说啥啊？你跟什么？日本人的特勤小队一同来执行徐士官的防务？是啊，这应该就是原田跟你说的“永远不要过关了”那句话的原因。他说的轻巧，我那20根金条扔进水里，还听着20声响呢。南诏云子这么一弄，他就不管了？不行，不让车队过关，他必须把金子还给我。哎呦，司令，你先别说金条的事儿了，这于小姐他们还在关外的树林里等咱们拿方案呢。什么方案？方案不是早就有了吗？天王老子来了，车队今晚上必须过关。梁华军，本来不想打搅你，但考虑到你是太阳黑子计划的主要执行人，还是把你叫过来了。袁田队长，需要我做什么？你认为会是什么人干的？会不会是共党来夺船的那伙人所为？到目前为止，共党方面从未派人为夺船的事与我有过任何联系。那好，我们换个角度，来无锡夺船的行动，共党会不会绕过你，直接进行？那不可能绕过我。假设有夺船的行动，别忘了，我是无锡交通站情报员啊，只有我能提供有关船的相关情报。如果共党分子不来夺船，那这个计划还有什么意义呢？袁田队长，这就不属于我可以解释的范畴了。我只能说，任何行动在制定和形成之前，行动的价值和意义都将接受评估，评估之后，行动或开始执行，也可能就此取消。共党的夺船行动也不例外。这么说，你仅仅是把军需船路过无锡的情报提供给了南诏云子科长，但你从来就没跟他……我从来没有说过共党肯定会来无锡夺船，我甚至说，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这无异于虎口拔牙。这么说，这个太阳黑子计划仅仅是云子小姐的一厢情愿。
不可以这么说。我要谨慎，你也要谨慎呐。但愿我刚才说的一切，能引导他对太阳黑子计划的可行性产生怀疑。以我对袁和平他们的了解，加之楠楠多次反常的在无锡出现，夺川行动极有可能已经制定并开始实施了。我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能保护楠楠不出危险，尽量安全离开这里。那你没把这个想法跟南诏云子科长说说？当然说过。我当时以为，云子小姐的目的仅仅只是袭击军火船，事后把军火扣下，就算一个不小的胜利。然后这事就过去了。可是没有想到，之后有了太阳黑子计划。计划的核心就是抓捕来夺船的共党分子。我虽然是计划执行人之一，但我跟云子说过，计划的偶然性太强，有点守株待兔的意思。可云子小姐，你也知道，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袁天队长，这话可是你说的。我说的，是我说的。这个太阳黑子计划，把宪兵队的正常勤务全打断了。宪兵队不是作战部队，它是占领区的管制部队，一次性这么大的伤亡，实属罕见。有线索吗？线索没有，起因是可以确定的。他们都是因为执行了太阳黑的计划而不幸阵亡的。黄司令怎么不在？给他打过电话了，他说有事儿晚点再来。有事儿？有什么比现在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昨晚本来应该他带队夜巡太湖。结果是他非常蹊跷地躲过了这一劫。现在还不应该马上过来祭奠这些阵亡的军人吗？给黄司令打电话，命令他火速赶到。哎，不必了。他根本不是什么有事来不了，而是他就不想来，或者是不敢来。既如此，就不必勉强他，省得来了之后大家尴尬。莲花。你对这件事情怎么判断？刚才袁田队长也问过我了，我很难判断。袁天军，我想知道，你现在除了打捞尸体，还干些什么？我已命令值日官率领2艘巡逻艇，沿着昨晚涿州幕军可能途径的水路进行搜索，尽可能地收集到你想要的线索，越详细越好。这样很好。那我就在炮楼静候你的值日官。当时王老大直接把子弹给他们，不就结了吗？还非要埋起来让咱们找，真是够迷途气的，害得我一顿老酒都没吃爽就被你叫了出来。哎，这你都没看出来？要是他当时把子弹给了咱们，我把他装一枪呢，我就跟他拼命。你还敢拼命？哎呦喂，拜托，
你以后对自己的评价能不能不要这么一本正经、出乎意料？随时受不了啊！这是。哎，你啥意思啊？啥意思？他当时不给你子弹，预防你拼命，那是可能的。不过你小子不可能拼命，他没想到。那，当时如果二奶奶不在的话，你看我敢不敢拼命啊？我当时就怕伤着二奶奶，所以我就压制了自己刚烈的性格。哎呦，这地球人阻止不了你恶心人了，你还刚烈的性格，哪个刚哪个烈呀？我说你小子不会是痔疮的性格吧？啊！哈哈哈哈哈！小皮蛋，什么记号啊？他说他给约好了，说是用树枝编屁股的形状啊。兄弟们，都找屁股！好，找屁股啊！指导员，袁部长来电的意思是，江北部队已经派特工大队秘密渡过了长江，就在江边潜伏等候了。只要今天晚上我们通关顺利，部队马上可以过来接应。我更相信袁和平会把部队安排到许树关外，抵近接应。按接应计划可不是这样的。没错，袁和平这个家伙，我还不了解他们，关键的时候他会出人意料的。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这种出人意料。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应该立足于我们自己，依靠我们，团结好，利用好各种有利的因素。我明白了，人都齐了。啊，过去看看。嗯。好了，咱们开个会吧。根据我的侦察兵对关口的侦察结果来看，没必要非等到天黑，现在就可以强行突破许树关。可陈副官说，黄狼不让我们白天行动，而且今天早上我们也看见鬼子进了许树关，强行突破恐怕……啥事你听黄狼的就别干了，他汉奸一个，还能真心的向着咱们？侦察员说，鬼子确实有，但也没那么邪乎，鬼子也就增派上了一个特勤小队。我何言能把鬼子的4条巡逻艇炸上天，还对付不了10几个看大门的。何营长，黄司令是看在于慧以及他父亲的交情上，才答应我们的车辆可以免检通过关口。通关计划都是由他亲自制定的。如果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改平稳过关为强行突破，一旦惊动了鬼子，会给他本人以及特务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危险。我是死看不上这个黄狼。黄狼虽是伪警备司令，但这次行动的计划都是由我们策划和指挥的。他是被我们利用，为我们提供方便。既然他肯帮我们，我们就要考虑到他的这种安排和他的处境。如果现在车队通过火力攻下许树关，并强行通过，黄狼想配合我们行动就措手不及，事后鬼子也饶不了他。再说，我们一旦盲目行动，关外的接应部队也来不及准备啊。不想过河拆桥，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你们这合作对象可谓是包罗万象嘛，啊，哼，竟然将我堂堂国军和黄狼之鼠辈伪军置于伯仲之间，而且在行动上更倾向于伪军的计划和部署。请问，这让屁颠颠主动过来请战的我，情何以堪？你说话不要酸溜溜的好不好？你主动请战，我们非常感谢，但不战而屈人之兵，岂不是更好？亏你还是黄埔毕业的，如果打仗光是去死拼，还能有巧妙的排兵布阵吗？你们也好，黄狼也好，都要纳入这次行动的统一指挥之下，否则你退出这次行动，回你营长。
你们通过关口时看见的，是已被我占领的关口上，都令的官兵正全体列队向你们敬礼，欢送你们过关，信不信？我信。我完全相信何营长你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忘了，许树关到长江边上，这还有30多公里的路程。被你暴打一顿的小鬼子，对这段路程难道就没有半点想法吗？你想啊，卡车、摩托车加上数倍于你的小鬼子，就不会追你、报复你。到那个时候，我说你，啊不，我们，你说怎么办？贵军在许树关外围没部署接应部队吗？就靠你们特遣组几个人往江边跑啊？哎，我说何营长，你不能用你们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用大兵团作战的这种气势来要求我们敌后工作，是不是？这苏州无锡啊，连接地带十分的狭小，怎么可能部署接应部队呢？你说这人来多了吧，他容易暴露；来少了吧，那谁接应谁呀？是不是？所以这段路上我们还是要靠自己。当然了，这要是夜里跑呢，可能会死；要是白天跑，那就是直接送死。要知道，这夜色对我们来说那是最好的掩护。就算你这个时候能把许树关拿下来，那我们也是不敢挪动半步。在敌占区作战，用鬼子的话说吧，那就是悄悄的进村，搭腔的不要。那你们这一路可太危险了。好，就算你们能跑到江边，可到了江边怎么办？怎么过江？何营长，你真不愧是老乡，想得真周到。哎，你有什么好办法？军区特工大队会在江边等候我们。不行，在江边有2个团也不管用，主要是这段去江边的路太危险。这样吧，我好人做到底，这30公里的路，我独林舍命相送。真的？什么真的假的？多一半还不是怕你出事。那个，真谢谢了啊。这关键时候，那真是还是看老乡的。哎，别给我戴高帽啊！老乡靠得住吗？要不是因为打鬼子，你我能坐到一起吗？那不能。行了，你们说的也有道理，就等天黑再行动吧。但愿晚上不会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发生。好，那就这么定了。于慧，你马上进关，务必问清楚陈营长晚上的行动计划。好，我马上就去。要不我跟于辉一起去吧，万一有个意外，也好有个人回来报信。行，你们俩千万要小心哈。去吧。有个事儿想跟王站长商量一下。哎，你说。我随身携带这部电台出了点故障，想请上官去帮忙看一下。人家30多公里路都舍命相送了，你这还商量什么？是不是？上官。哎呀，指导员，那这什么故障啊？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排除呢。你不去看，你怎么知道哪儿有故障？是不是？哎，满足友军的请求。哎，早知早会。阿才，你叫什么呢？哎，叫你一声小名，别介意啊。你以前要是也像今天这么爽快，那咱俩也不至于闹得老死不相往来嘛。不是，你今天爽快了吗？我同意你的说法，还是老乡靠谱。上官，咱们走。不远，就在你们上面的山丘上。走吧。走了。哎，走。去。什么电台出故障？我在你家里干了几年长工，你小子我还不了解，就你那点花花草草的小爱好，还想瞒得过我？哎呀，不过还是蛮幸运。
哎，小屁蛋过来，过来，转过去，转过去。嘿嘿，像，真像啊！哎，姓王的，你个骗子！你就是个老骗子！你把不得好死！我就知道你会耍滑头的，不会给我们机枪子弹的。可惜二奶奶看不透你，还把你当成江湖侠客，狗屁！你就是个狗屁！你就是我放的屁！哎，你又说错了吧？他是狗屁，他是你放的屁，那你又是什么呀？我是狗怎么了？哦，行，兄弟们，给我做个见证，整个树林子我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一颗子弹。回去你们如实的向二奶奶报告，听见没？听见没有啊？记住了啊！今天又白弄软了。报告用词科长，在7号湖岸发现一批共军军火。不要惊讶，这是我们宪兵队的相机，但是里面记录的东西倒是可以精查一下。来人，这位是皇军著名战地记者，一目了然。把家具拉出来，让永子科长、袁天队长亲眼看看7号湖岸上怎么会横七竖八有汽车轮胎的印记。嘿，混蛋！胶卷拉出来怎么看？来人，马上送到宪兵队重写。我很想知道这里面记录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嗨！是一大堆汽车轱辘，轱辘很深很清晰，一看就是动车压出来的，而且很新鲜，最多不超过5个小时。众所周知，这是侵华战争爆发以来，7号湖岸一直是我宪兵队管辖区域。它的前后左右分别3、4、5、6号区域是由我亲自编写。我非常奇怪，7号湖岸为什么有来历不明的卡车轮胎印记？我来说说我的分析，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请长官们耐心。闭嘴！嘿，再发誓，你把你送到太平洋去。嘿，地图。嗨。听了挺视频说，昨晚他们在7号湖岸遭遇了多艘双帆大木船和小木船的突袭，而被我们袭击的共军的军需船正是这种双帆大木船。结合7号湖岸发现的这种机关枪子弹和新鲜的车胎印记，我判定，昨晚共军在7号湖岸利用火力掩护，将4船军火转移上岸。现在军火船已经变成了军火车，军火车开往许树关。共军用他们的行动再次证明了我的太阳黑子计划的准确性和可预见性。今后谁要再敢说共军不敢来袭夺船这样的话，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他。科长，您气糊涂了吧？以后谁说这句话，你要毙他，现在怎么毙？应该是以后再毙。请教科长，您说说他为什么要去许树关？别问我，自己想。如果让你把一船重要的军火送到岸边，怎么走？哪条路最捷径？从
从路程上讲，走许树关最近，因为许树关离江边就近。可是许树关有重兵把守，想过关非常困难。重兵把守，谁的重兵把守？皇军的吗？我和黄狼之间都不明白对方的异常之举到底要举什么。换句话说，您不知道他去许树关到底要干什么，他呢，也急于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调特勤小队去许树关。这种局面不会太长。中国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总会有其他的事情解开这两个为什么。总会有其他事情来解决这两个为什么。现在应该解开了。云天队长，命令特勤小队加强警戒，一粒子弹都不允许从许树关里溜出去，不然……明白了。你的话我也明白了。今天下午我就亲自去许树关部署。莲花，共党的夺船行动如此大张旗鼓，你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我真的实在是想不通。你想得通吗？想得通啊，他们确实没跟我联系过。我的任何行动，你的暗哨可以证明，从未脱离过他们的视线。我的电台电话，原田队长可以证明，从没有被他截获、监听到任何异常的讯息。月子小姐，是的，的确没有异常信息。那共党这么做，本身似乎可以证明他们怀疑你了。夺船行动果然开始了。南枣云子说的对，如此大张旗鼓的夺船行动，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的确让人想不通。难道我真被怀疑了？如果这样，西绝非久留之地了，否则，老臣就是我的下场。楠楠怎么办？他到底参没参与夺船？如果参与了，他们怎么会选择许树关呢？那里有一个特务营的兵力把守，闯许树关，简直就是自投罗网。松井司令官阁下，我有一个十分紧急的情况，我急需调用宪兵队兵力，希望得到司令官阁下的特别授权。报告司令，宪兵队刚刚发来了命令。正式命令下发了，特勤小队配合特务营加强许树关的防务。我不看，太欺负人了。陈副官，备射！我倒要去许树关看看，看看鬼子特勤小队是怎么配合我特务营加强防务的。早不配合，晚不配合，偏偏这时候配合。其实就是要接防我们，只不过他特勤小队的兵力有限罢了。这里边肯定有名堂。现在除了对你有所怀疑之外，我们还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儿。所以司令，你千万不能过于冲动，以免把事情激化。我看你还是先别去了。我不去，鬼子能放于小姐的车队过关吗？啊！我收了我堂哥15根金条，于小姐的3根，我自己还大举起2根，整整20根金条呢。要这事办不成的话，我黄司令在苏南地界上一世的英名，连兄弟20根条子一起打了水漂，我能善罢甘休吗？我将来还怎么混？除非原田他把金条全部退给我。退金条？原田可是个吃死人都不吐骨头的家伙，你想都别想了。那他就别给我找麻烦。
睁只眼闭只眼，让车队过关。否则我亲自站在徐树关口，为车队放行，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惹急了，我到南诏云子那去告他，私收巨额贿赂，在鬼子部队里那犯的是重罪。原田他不会不知道，他也不会不害怕的。可原田在太湖等你呢，我看你还是先去太湖吧。我现在哪有时间管他那些屁事儿？走，飞车。慢走啊！胡老板，哟，哎呀呀呀呀！看看看，这是谁呀？稀客嘛！来，走走走，上楼喝茶。不了，胡老板，我还有事，一会儿就走。我是来问一下，最近见到楠楠了没有？哟，这可很长时间没见了。哎，上次不是你们在松江茶楼一起喝茶的吗？对，但之后就没联系了。我还以为他会来你这儿。没有没有，以前还在我这住过，这可很长时间没见着他了，不知他在忙啥。好，行了，我走了，胡老板，以后来喝茶。啊，好，哎，记得以后常来啊。哦，还有那个，我觉得你们俩还是蛮般配的，啊。谢谢胡老板，配倒是蛮配的，就是互相找不着啊。走了，胡老板。啊，好，那再见啊。看来我得到许书馆去看看情况。如果情况异常，楠楠可就有危险了。陈营长，于小姐，陈营长怎么样？啊，为了你们这个事儿啊，黄司令已经准备亲临许书关了。具体方案有没有？我们什么时候过关？怎么过关？毕竟现在关口有日本鬼子在把守，车辆免检或者象征性的检查一下，这些还能再做到吗？放心吧，你说的这些事儿啊，黄司令会和原田商量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他的消息。陈营长，事情真像你说的这么容易吗？我看鬼子好像对卡车特别的谨慎，而我们的药材车就是卡车呀。黄司令曾经说过，只要不是3辆坦克过我们的许书关，其他任何车辆一律放行。那原田能听黄司令的吗？我想黄司令应该有他自己的办法吧。你们先回去等吧，天黑之后我会派人来通知你们的。陈营长，那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大概过关的时间？7点左右吧。好吧，但愿7点能准时过关。别着急，于小姐。虽然我们给日本人当差之后呢，也没有什么长处了。可是作为一个男人，说话算话，信守诺言，我陈某人这点人品还是有的。请2位小姐相信我。那你看，我们一会儿什么时候再过来？我和陈副官约好的是4点钟通话。这样吧，你们先到镇里面去喝喝茶，一有消息我就派人来通知你们。好，谢谢你，陈营长。请务兵送2位小姐。请。陈营长。
何无影看上去很平静，不像跟军火押运人员发生过冲突。那军火到底过没过关呢？如果过了，谢天谢地；如果没过，楠楠现在就会在哪儿呢？有没有可能夜间行动？新四军向来善于夜间活动，尤其是要通过许树关这样的关口。我等到天黑，也许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呢？电台没故障，我看是你脑子有故障了吧？要不要我给你看看脑子呀？啊，没故障啊！嗨，居然敢骗我！报务员，报务员，过来！报务员怕大小姐骂他外行，电台明明没坏，非说有故障。所以让我过来把电台抱走。这戏演的差不多就行了，啊，别浪费时间了，有这功夫抓紧时间说点正事儿。哎呀，现在是个人就敢教训我吗？臭小子，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啊！臭小子！这，哎呀，让你看笑话了。哎，不过我真没听明白这水跟他在说什么。哦，他好像说这个电台没毛病是吧？哎，真没毛病吗？是你脑子有毛病了吧？搞这种小把戏，别人一眼就看穿了。看穿你还跟我过来啊？那是王指导员看你愿意送我们去江边的份上，给你个面子。你这叫假公济私，别以为谁都看得出来。你说实话，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送我们去江边呀？你不知道危险啊？你是特遣组成员，就算我有私心，为了保护你才保护特遣组去江边，那保护你不就是保护特遣组，保护军需物资吗？除非你不去江边。我要是不去，你送不送？那当然也要送啊！这种情况，我何爷能袖手旁观吗？当然了，要是你去的话，这30公里相送就更有意义了。这感觉不一样嘛。哎，就算我自作多情吧。自不同的世界，岁月让我明白彼此的差别，在错的时间，在对的地点，谁也无法改变。风没听到在哭泣，雨没体会我的焦虑，剩下的只有各自都是你，最后孤身远去。我不想哭，我不能再
痴儿摇曳，看花儿凋零，似锦流年，弹指逝去。我不想哭，我不愿再驻足，曲折的爱会成就更多幸福。我会坚强，我会领悟，离去是美丽人生最完